美中的 AI 競爭正迎來了新的全新轉折。我們來看到了中美過去的競爭啊，是高階的晶片、半導體設備，還有大型的語言模型。那麼戰線呢，從螢幕走進了現實世界，延伸到了人形機器人、四足機器狗，還有智慧工廠，甚至呢是電力以及能源的系統。那麼美國掌握了高階的晶片、頂尖的模型，還有算力的優勢。中國呢，則是擁有龐大的製造產能、完整的供應鏈以及快速壓低成本的能力。好，那等於說呢，這個美國它是掌握了 AI 的大腦，那麼中國它是掌握了 AI 的身體。我們的團隊呢，也根據了這個美國和中國未來的 AI 趨勢啊，我們討論出來了3種未來最有可能會發展的趨勢。那麼待會呢，也會請我們的來賓呢來預測一下這3種哪一種是最有可能會出現的。好，我們先來看 A 哦，美國掌握大腦，中國淪為機器人工廠。美國控制智慧的核心，那麼中國是負責硬體的製造。也就是說呢，美國會持續掌握了這個像是輝達的高階晶片、雲端的算力，還有先進的 AI 模型以及核心的軟體生態。另外呢，中國的部分呢，雖然是可以大量的來製造人形機器人、機器狗，還有自動化的設備，但是呢，卻可能會因為缺乏最先進的模型還有算力，只能夠扮演全球實體 AI 的硬體代工廠。好，再來看到 B 哦，就是美國最後是困死自己了。那麼中國會以白菜價席捲全球，有沒有可能呢？來看到這個美國的封鎖失效了，不斷的擴大禁令啊，他們要封鎖晶片、模型、記憶體等等，但是呢，最後呢卻是可以這個取代，無法的迅速的建立一條成本、產量還有效率都能夠取代中國的供應鏈。另外呢，中國是利用龐大的製造規模，還有完整的供應鏈，把人形機器人、還有機器狗以及工業自動化設備的價格一路都壓低了，再轉向美國以外的其他市場。好，再來看到是 C， 全球 AI 最後是一分為二，中美各走各的路，2套的 AI 生態系統並存，那麼全球被迫要選邊站。好，那麼來看到美國最後可能會形成什麼呢？最終會形成2套彼此競爭、互不相容的 AI 體系。美國主導的生態系將會以輝達晶片、還有先進製程，以及美國的雲端平台和西方的 AI 模型為核心。那麼主要地點就是在美國周邊的區域以及它的盟友。另外呢，中國的部分呢，它主導的是生態系，是以國產的晶片、開源的模型、低成本的機器人以及完整的製造鏈當作基礎。那麼它的周邊也是周邊的它的盟友以及國家。那麼2國會演變成一場長期的生態系競爭。好，我們要來請我們的今天的來賓來幫我們預測一下這3種哪一種狀況會是最有可能會發生的。好，我們請來賓同步的幫我們來亮牌。我們現在看到介大使選的是 B， 林老師選2個 B、C 的中間值就對了。好，那麼戴老師選的是 C。好，我們先來問一下介大使為什麼會選 B 呢？因為這個中國大陸事實上的話，就是說我們在過去20年，我們聽到最多的是什麼？就是中國崩潰論，對，到現在還有中國崩潰論。可是前一陣子有一個美國的一個學者被川普修理了，那麼他就是中國崩潰論的聲音最大的一位。川普的意思就是說你的預測都不準，那言下之意就是因為聽你的，所以我們做了很多措施，對，所以呢，我是覺得就变成就是說，這個很多是要看事實啦。那現在全球的科技競賽裡面那我們要擺脫對中國大陸過去的刻板印象，有人是停留在40年前，有人停留在30年前，有人停留在20年前，有人停留在10年前可是我覺得要看現在。那現在來講的話，中國大陸在這個所謂的 AI 大模型這個所謂的算法方面那已經事實上美國人說只差2-3個月，那有人說事實上是中國這個 Kimi K3 是領先的。對，這個就是說，我是覺得這個東西相距已經差不多了。當然，算力的部分，有的說芯片的部分，因為中國大陸它發展比較晚，可是呢是被美國突然把它的這個芯片的製造的能力把它砍斷。那你看中國大陸在被
這個完全孤立的情況之下，它趕得還蠻快的，因為這個 DUV 來講的，或者說是你的這個芯片的生產設計方面，是一個相當高端的科技。可是美國出了幾乎用了全力，那麼也沒有辦法讓中國大陸不突圍啊。所以就變成現在美國很多科技界就在講，尤其在這個芯片製造業，很多專家就講說，他們已經得到一個結論，他說你可以讓你的對手感覺到不高興，可是你沒有辦法停止他進步。而且呢，現在尤其是在這個 AI 部分的美國的這個慢慢被逐步趕上的情況下，美國很多科技人士在檢討說，美國過去對中國大陸的科技限制還有這種制裁，到底做法對了沒有？還是你正好反過來加速中國大陸相關這種所謂被卡脖子這個產業的這種進步，你加速了它的進步。那所以就變成科技不會永遠停在一個，只要你有足夠的這些策略，有這個目標，還有足夠的人才、足夠的資金，你可以看起來中國大陸現在不管是在風電、在光電、在電池、電動車，甚至稀土、量子計算這些超級電腦方面，它都排名第一啊。那你如果說停留在10年前的話，你沒有看到任何第一了。那不過現在它都是世界第一。那未來它還有多少世界第一，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变成就是說，中國大陸如果入場的話，那通常價格都是怎麼講，都是白菜價。最近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長興存儲一出手一 IPO， 變成中國大陸最大的一個企業，可見它的資本上也是相當厚實的。所以我是覺得就变成就是说，未來如果美國繼續走這種路線的話，封鎖的話，最後就是封死自己。那麼增進中國大陸科技的進步，到最後中國大陸在各方面突破以後，以白菜價把其他各國的高科技也好一起送進墳墓。好，我們謝謝謝大使。那我要請林老師來幫我們解釋一下，為什麼會是 B 和 C 的中間值 ？OK， 好，那我們也是一樣，先用消去法。我们說 A 這一個有可能在美國掌握大腦，中國只是個代工廠嘛？可能像我們過去講了什麼 iPhone 啊，什麼手機，有沒有可能會這樣呢？我覺得現在這時代已經過去了，至少雙方應該是有點分庭抗禮的一個狀況，不太會像是傳統的製造業發生這樣的情形。那好，那 B 的話，我個人會認為是說，中國的確有它的白菜價，的確有它的就是這個低價的一個取勝。可是你說會席捲全球嗎？我這邊是打一個問號，因為有一些可能在相對來說較為高階，或者是一些跟國防相關的一些國家，或者是一些國防相關的產業，它是不能夠那麼輕易使用中國的產品，那他就不得不去選擇美國。所以我會認為說，美國它不會至於說是困死自己。可是，在一些民生的一些上面的話，就會用中國，就是像我們標題所說的，用白菜價去席捲全球。我個人會認為，這個產業的發展有一點會類似像無人機、大疆，這不用講了嘛，這全世界大家都用的跟什麼一樣。可是今天就在國防的產業裡面，你可以使用大疆嗎？或者是一些美國它在一些相關的一些政府使用搜救，或者是跟政府相關的一些行業裡面，或者一些部門，它是不能使用的。所以在這裡的話，它自然也會給美國一些廠商會有一些生存的空間。所以今天為什麼我會說 B 跟 C 中間，主要就是因為這樣。那至於說有沒有可能會一分為二，各走各的路，我會覺得現在要在像冷戰的時候，有着兩套完全不同的規格是很難的。雙方應該還是會在低階民生，或者是在一些較為不會那麼牽涉到國防機密、國防機敏的情況之下，兩邊還是有合作。可是，在最高階涉及到軍事、國防安全的時候，又有各的發展。好，我們謝謝林老師哦。那麼戴老師的看法呢？我覺得我選 C 的原因是因為如果從技術的角度上來看，其實physical AI 用的這 AI 跟大家想象的 LLM 其實長得都不太一樣啊。好，它第一個基本上就是一個比較小尺寸的語言模型，第二個它有很多場景上的應用。那美國跟中國其實是很多場景應用上是完全不一樣的。那再來就是說，在整個競爭的態勢上面來講，生態系也不一樣。為什麼？因為中國叫做 China Inc.， 它就是一個舉國體系做出來的一個生態系統，所以它內部很捲，但是競爭力很強。我們打個比方來看啊，就是電動車，它現在是全球第一，但是全中國的車廠加起來的利潤比不上 Toyota，你就覺得這很奇怪啊。我們
全世界第一的，居然大家都不賺錢哈，可是它可以為了全世界第一做到這件事情。那美國為首的這樣的一個 physical AI 呢，基本上可以看到，美國還是當大腦在輸出，但是它有很多的盟友盟邦在做這樣的供應鏈的設計。所以台灣可能是一個，日本是一個，歐洲是一個，東南亞可能某一些國家也是一個。所以這兩個體系其實各自在做競爭哈。那在這個過程上面來講的話，它可能不是全球被迫選邊站的現象，而是全球會有更多的選擇哈。那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哈，其實剛大家有提到中國的人形機器人這個部分嘛哈，可是你知道用最多中國人形機器人的外國公司是誰？其實是美國很多的實驗室，好，他買了語數，他買了優必選，因為這個東西便宜嘛，好用又好改。可是禁令一出來的時候，這些東西都開始不能用了，那勢必我就開始去找能夠替代的產品嘛哈，但是目前一時半刻可能很難找得到。那像這個機器人的禁令，可能現在聽起來的消息還擴及到以後的掃地機器人。好，各位可以想一下，那個$1000上下的掃地機器人也要被禁嘛哈。那這個勢必就會讓其他國家的廠商跟生態系統去補這個缺口出來。好，所以全世界來看的話，它可能會變成是有很多的生態系是基於這兩個出來的，一個是中國的系統啊，你們看到很多廠商推很多產品嘛哈。那另外一個部分可能就是在美國為首的這樣一個產業的聯盟。有人負責做關鍵組件，有人負責做測試。那這樣的一個生態系出來之後，其實會造成兩邊的競爭，不管是在技術上或市場上的競爭。所以我覺得從政策上來看，從產業的現實上來看，C 反而是一個比較有可能的狀況。所以美國其實沒有辦法禁止中國就是大力的發展。很難，因為這個東西通常在原始的技術上會透過很多的學術期刊研究去理解到，從概念到落地那是另外一回事，從落地能夠到商業化又是另外一回事。